荷兰倒向美国，芯片制造铁幕落下，中国的反击又准又狠。大家好，我是肖映华。美式霸权作祟，荷兰真的加入芯片设备限制联盟了吗？中国强势反击，美国太阳能产业要凉了。最近几年，美国一直都想在高新技术上卡住中国的脖子，不光是自己出台了不少的限制政策，还拉着盟友出手打击，靠着威胁和利益交换，也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早前荷兰政府曾表态，不会轻易跟着美国的政策围堵中国，也不会因为白宫的施压而低头同意。但是荷兰最终还是没能抗住压力，与美日达成了限制对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的协议。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这次美日核协议主要是冲着中国芯片产业来的，包括去年美国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进一步扩大化，日本和荷兰的半导体制造商也要受到这些条款的约束。就连前些阵子质疑美国的限制政策是在帮助美企抢订单的阿斯麦也没能幸免。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荷兰向美国提出，既然限制荷兰向中国出售高端光刻机，那么美军也不许用装有荷兰芯片的武器对付中国。不过这一提议直接被美国无视。虽然美日荷三国对结盟闭口不谈，但实际上三方已经组成联盟，限制对华的出口。这一点日本方面透露的消息中也能证实。与荷兰和美国的默不作声不同，日本经济部高官直言，正在和美国以及第三国商讨出口管制。日本内阁成员也表明，会按照相应美国的限制措施限制中国。种种迹象都能表明，早前还能保持中立的荷兰，如今怕是已经被美国的大棒给打服了，很有可能在原本对中国光刻机限制的基础上再度加码。这对中国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好事。光刻机作为芯片制造的重要设备，美日荷这次不歇的铁幕，无疑会严重影响到中国芯片产业研发制造的步伐。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虽然说三国的态势咄咄逼人，但中国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在美国轮番挑衅之后，中国的反击也来了。从商务部等部门新拟定的限制出口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添加了7项技术，其中就包括美国急需的太阳能设备光伏硅片的制造。要知道，当前中国的光伏硅片产量占全球的97%，并且近10年内技术更新飞快，已经把太阳能发电成本降低了90%以上。而美国政府曾发布过一份有关太阳能发展趋势的报告，其中就有对太阳能发电技术的预期，在不增加美国电价的情况下，到2035年，美国太阳能发电量可以达到美国电网总量的40%，这少不了中国的帮助。毕竟除了占有97%的光伏硅片外，中国还掌握着太阳能发电的绝大部分先进技术。中国的这次反击可谓是又准又狠，直接打到了美国的软肋上。化石能源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未来属于太阳能清洁能源的天下。而这次中国宣布禁止出口光伏技术，对美西方国家的太阳能发电业可谓是灭顶之灾。虽说目前中国的限规政策还只是在征求意见，但落地的可能性非常大。既然美国非要把中国当对手，那么就别怪中国的反击下手太狠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